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今天我们来到了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的川崎市立日本名家园。这里是一个占地180万平方公尺左右、超大的户外博物馆。园内保存并展示了多栋建于江户时代的关东及东北地区的传统古民家。上次我们分享了素场的古民宅，如果还没看，记得回去看看哦。这次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新叶村，看看里面的老房子和传统生活道具，一起感受一下江户时代的人在冬季时期是如何维生的吧。新叶村这片区域一共有6栋建筑物，分别叫做水车小屋、佐佐木家住宅、江相家住宅、山田家住宅、野原家住宅以及山下家住宅。进入新叶村后，映入眼帘的第一座建筑便是这座水车小屋。它原本是坐落于长野县长崎市郊外的持平聚落。由于当地水源充足，村民建造了这座水车小屋，以利用水力驱动木质机器。虽然建筑本身规模不大，却装有直径达 3.6 公尺的巨大水车。水车旋转时产生的动力透过木质齿轮传递，带动倒臼、缝挽臼以及处理稻草的木杵等装置。借由这套机器，村民能将稻米、小麦等作物高效率地加工成粉末或年糕，在节省人力的情况下，还能确保生活所需的粮食来源。这座小屋推测建于19世纪中期，在1970年被捐赠至川崎市，之后在日本名家园复原，还特别设计了循环水道，让水车能实际转动。于1995年指定为川崎市重要历史纪念物。如今，它不仅是川崎市的重要历史纪念物，也实现再现了江户时代农村利用自然能源的智慧。之后，我们往直走，来到了一栋叫做佐佐木家住宅的建物。佐佐木家住宅原本位在长崎县佐久穗町，是一户民主的宅地。房子规模庞大，是一栋有中2阶的住宅。在1731年建成，但在1743年因迁取村泛滥被迫移住，到了1747年增建了客厅和客用设施。这栋建筑以茅草基栋造屋顶为主，屋东侧采用了多灶结构，方便中2阶采光。内部有高挑宽敞的土间，以及通往中2阶的楼梯。这个中2阶在江户时代到大正时期还被用作为村里的狮子屋。佐佐木家世代都是好农，田地广大到不必借地就能维持生计。他们主要种稻并经营养蚕，把蚕茧卖到昭和30年左右。但随着时代变迁，还从事染布、经营首饰生意，甚至饲养乳牛。2战后还成立了农业土木公司。昭和初期，家里住着10多人，虽然家庭富裕，但日常生活十分朴素。平常的餐食大多是白饭、味噌汤和紫菜，晚上常吃乌龙面，鱼和肉很少吃。然而在祭典、婚礼等重要场合，他们会准备红豆麻薯、糯米饭、肉料理，甚至手工荞麦面来宴请宾客。这些记录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户江户时代的豪农家族的生活样貌。佐佐木家住宅于昭和40年由佐佐木家的后辈捐赠，并于同年移住至这里。
于昭和42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再往上走，我们来到了江象家住宅。江象家住宅原本位于富山县五个山地区，是典型的合掌造民家，建于18世纪初期。屋顶为切漆造木砌，是一重三阶的民家。入口采7入形式，屋顶也沉积倾斜。由于这里是好水地带，因此柱子与梁柱都很粗壮。一楼格局呈田字形。土间、生活区、接待区和座敷一字排列，地板铺的是木板。2楼和3楼主要用于养蚕和存放农作物或进行加工。在2楼设有出入口，是方便在雪季时出入。5个山都为农家，但仅靠农业难以为生。江象家除了种米和蔬菜，还从事养蚕、造纸及冬季加工工作。江象家住宅不仅展示了合掌造的建筑特色，也反映了5个山农家的生活智慧和生产方式。于1971年被移驻到日本民家园，在1982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从江象家走下来，我们来到了山田家住宅。山田家住宅原本位在富山县南砾市最深处的贵聚落，由于聚落位在陡峭山地，稻田稀少，因此农作以田作为主。眼前的这栋一重3阶的合掌造民家建于18世纪初期，屋顶是切漆造的茅草屋顶，是一栋被视为合掌造的古老范例。入口旁边设有马屋，而在土间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空间，它同时是厨房，也是工作场。屋内甚至设有玄通，也就是用来饮用水的水槽。这种厨房与作业合并的设计非常少见。这栋房子保留了合掌屋典型的田字形格局。屋子内共有4个主要房间，全家日常生活的中心，有客人时使用的客房、正式的座敷以及寝室。屋内中央设有围炉，是全家取暖和烹煮的地方。2楼和3楼主要用于养蚕和存放农作物。山田家除了农务之外，还以养蚕和制作火药原料的燃烧为主要生业，所以会看到这栋合掌屋的地板会建得比较高，以方便存放所需要的材料。如今整个贵聚落随着水坝建设而沉入湖底，但山田家住宅被完整移筑保存下来。它不仅展现了合掌造建筑的特色，
更见证了5个山地区农家生活的智慧与艰辛。山田家住宅于1991年之前完成移筑与复原，在1997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从山田家住宅走下来，我们来到了野原家住宅。野原家住宅原本位于富山县南砾市的立鹤谷，是5个山地区典型一重三阶的合掌造名家之一。野原家是以农耕、养蚕与烧炭为生。屋顶是茅草覆盖的合掌造，外观上东面是入木屋造，而西面是切基造的特色。在过去更换屋顶时，是需要3到40名村民合作，一天就能完成一侧屋面的修葺。建筑采平路形式，入口旁设有马廊，马廊前悬挂的是一种简易人力吊廊，过去是用来跨越深谷和河流。马廊后方是建筑厨房与作业场的地方。屋顶洞上垂挂着的铁链是在冬季除雪时可作为安全绳使用。建筑中央是宽敞的大厅，是家人生活的核心空间，设有2个围炉。后方是座敷，深处设有佛间，举行佛事时会与座敷连通使用。屋内最醒目的结构是巨大弯曲的曲木梁，是利用树木自然的曲度，成为整栋建物的主要木梁，既坚固又壮观。野原家住宅完整地展现了立鹤谷地区合掌造的特色，是珍贵的传统名家建筑。估计是在1967年时移筑到日本名家园，于1971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走出野原家住宅后，正对面的就是山下家住宅。山下家住宅原本位于岐阜县白川乡，是典型的合掌造建筑，属于一重三阶的名家。屋顶采切基造的茅草屋顶，并带有十字把漆的屋檐与平路形式入口，堪称白川系合掌造的代表之一。这栋建筑建于19世纪初，在1958年移筑至川崎站附近，并作为料亭使用。在1969年移筑到日本名家园，于1972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的合掌屋，这间的厕所是建设在屋子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据说很大的原因是白川乡冬天的夜晚过于寒冷，所以这样的设计更方便当时的生活需求。如今这里经营为一家荞麦面店，游客可以在传统合掌屋中享用美食。不过我们到访时店已经打烊，这间荞麦面店只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半营业。在今天的影片里，大多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合掌屋建筑。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的屋顶几乎都是切基造或入木屋造的三角形，像双手合十的形状。原因很简单，因为富山县和岐阜县在冬天时会下大雪，屋顶做的陡斜，积雪就会自然滑落，才不会压垮屋子。而且这种结构方便多人一起维修，所以更换茅草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会一起帮忙。还有从外面看好像一层，其实里面有3层，屋顶下方还有宽敞的阁楼，可以养蚕、晒收成或放柴火，完全是因应环境的智慧。另外，屋檐上的洞木也是一个亮点，像富山县的江相家、山田家、野原家，因为雪重，需要3条洞木补墙并固定茅草，而岐阜县的合掌屋则为2条，构造需求较简单，所以从屋檐上的洞木数量能看出地区差异。这些细节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当时的人是如何用建筑去适应严酷环境，让生活延续下去。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